舞场大考崩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谭松韵。在《泰坦尼克》这部影片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嘛？就看过人都说很感人，非常催泪。那如果有人因为就害怕会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怎么办呀？就不敢看了。为什么要害怕哭啊？哭得可惨了，知道吗？哭了2包纸。那咋了？多好呀，得到了一个释放。哭到爽是吗？我是觉得如果有悲伤的情绪释放出来是特别好的，对身体也好。我听很多看过的观众说，其实他的哭不是说那很伤心啊那样的去伤害身体的哭，他是有一种释然和释放的哭，所以这样的哭不用害怕。有没有哪个情节是你自己就是感触很深或者戳到你泪点的情节呢？就是可乐最后跟他碰头那一下，我觉得是到了一个高潮，就是你怎么都下不来。我看剧本的时候也是，就是到那儿以后，你的眼泪就怎么着都忍不住了。他再去送你出嫁的那一趴，我都受不了。那关羽如果只能带一样东西的话，就是手机、纸巾、眼镜，你会带什么呢？看可乐的话，我就带纸巾。那如果不戴眼镜看不清细节怎么办呀？啊，会吗？那么大，戴隐形眼镜儿，我就怕眼镜到时候你擦的时候就很麻烦。那你这种有点悲情色彩的角色，会不会对自己消耗很大呀？李岩我不觉得会消耗，我反而觉得是一种释放。其实我们拍摄起来一点都不悲伤，大家都非常融洽和愉快去完成的这个作品，没有说因为它有一些生死的话题，然后大家就很沉重，就是正常的去该怎么样怎么样，甚至一直在成都就很亲切，也很放松。他就立刻走出这个角色了。如果这场戏过了的话，也没有立刻，就可以释放出去了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波了。那你们私下会玩点什么吗？就是转换一下心情。玩狗，反正我就是玩狗，有空就拔河吧，根本拔不过它太猛了，它不要命的拔。我不是想要把它拔过来，我是想要稳住我自己，别被它拔走了。我觉得就是演戏的话，技巧和情感哪个更重要呢？我个人认为感情是最重要的，然后技巧也很重要，但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。跟倪老师有很多对手戏嘛，都说他有一种微醺感，你有体会到吗？我们演戏的时候他不微醺，他非常认真，然后非常清醒。但是不拍戏的时候，哇，那熏的这有点厉害了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在我们酒店楼下，而且他刚定完妆过来。啊，松韵，就是永远慢半拍，特别可爱。在现场也是，我说妮儿姐，那个加个微信。哎呀，我之前就想跟你加微信来着，都没加上。你看，就是他那个感觉，你能想象吗？喝哪来的？很可爱。只要不是醉鬼就行。那你会被他传染到吗？慢半拍或者语速变慢？不会。来音效。那你们说话岂不是不在一个频率上？他说话虽然慢，但是很密。看到你发微博就是称呼可乐是戏搭子嘛，我想问你在你生活中你的饭搭子、剧搭子还有摸鱼搭子分别是谁？我饭搭子啊，就是我的同事们了。天天我们在剧里就一起吃喝。吃盒饭吗？有时候也吃点好的，点点外卖呀。那你会自己做饭吗？没时间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还有什么搭子？剧搭子，看剧啊和看电影。我很久没有看剧了，我电影我也没看，但是我一般看剧啊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看，如果有时间，都是在家，然后整点那个小吃，爱人的标配。真的好，然后就看剧啊，看综艺什么的。那你不会有一些当下心情想跟人分享一下吗？发信息啊，但是我得看，就是谁看过这个东西，我就跟谁发，谁给我推荐的，比如这个节目是谁推荐的，我看完我就会发。那如果你是第一个看这个呢？就是你不知道身边有谁，你会挨个去问一下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这个？不会刻意啦，就是有时候聊天聊到，哎，你有没有看那个还挺好看？哎，你有没有看？大家就会。那会跟谁一起聊一下呢？看到谁就是谁啊，是随机选择呀，在通讯录里面。我也没有专门去找通讯录找人去聊。摸鱼搭子。从来不摸鱼，我爱工作。那一到年底就是活动啊盛典特别多嘛，作为 I 人在这种盛典的社交场合，你的内心 OS 是什么呢？我有点分裂，有时候我会想，大家都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们。然后有时候想，你们都认识我，我也都认识你们，见面就 say hi。那你是哪种情况下多一点呢？看心情，就是不太稳定。那如果是有我自己的朋友熟人，我可能也就嗨了。都算什么？就是互相见过算熟吗？不算，只是见过而已啊。那
那一起拍过戏？啊，一起拍过戏就还行，一拍过戏也不是说拍过就很熟。有没有你的瘦瘦模板呢？嗨，最近在哪儿拍呢？哎，你瘦了，哎呦，变好看了。但是如果是真的处得非常近的朋友，可能就会多聊一点，先来个拥抱啊。尖叫之夜看你在下面聊得也很开心嘛。因为他是我大狗子，所以我聊得开心。他们性格都很好呀。是要靠别人把你带起来的那种是吗？那分时候，如果我旁边坐的不是秦岚，我可能也不会这样，因为我们关系很好，太好了，就是跟自家人似的，所以就很放松，很开心。再加上旁边金晨也是一个性格很好的，高叶也是性格很好的，就一起嗨。我们说我们是氛围组的，刚开始我们在那儿其实也没干啥，然后那个镜头就切到我们了，我们就说你下次能不能切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下，我们准备一下，别抠手的抠手啊，喝水的喝水，就是不好看。然后后来那两个摄影大哥就，然后他咔那个机器一移过来就给我们使眼色，我们就开始了，嗨，就氛围组。然后我就跟兰姐说，我说我们俩简直就是他是氛围搭子吧。我们上次春晚北京的那个也是，我们俩也坐在一起在那里做氛围组。就是说他话很密吗？你插得进去他的话吗？能插得进去，实在插不进去就打断他，等一下子。但是吧，他那个现在他那个嗓子。我也很担心哈，现场那么嘈杂，就一直在我旁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说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你们还说呢？让静晨给你们翻译一下。没有，静晨更远。那你是那种有宝女吗？啥？就不能没有朋友，然后跟好姐妹关系很好，会很宠她们。哦，我们会这样的，会很宠对方，会离不开这种感觉吗？几天不见就很想啊？也不会，都是大人了，谁也离不开谁啊。大家都各忙各的，大家各自忙完才会来个信息。那你会发微信发一下，问一下最近在干嘛呀？这种。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？就是联络一下感情，刷存在感。我们不需要刷存在感，真的不需要，任何时候都可以。如果成为你的朋友的话，会有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呢？哦，这应该去问我的朋友。我会把我觉得好的都给他。可乐也是发生在成都的故事嘛，就能不能给大家规划一下在成都玩的行程？其实我们拍戏也很少出去玩儿。推荐一个吃的。吃的啊，我能推荐很多吃的啊，甜水面、蛋烘糕、钵钵鸡、串串香、火锅，太多了，你随便找一家都很好吃，还有那种苍蝇馆。那在成都行程就是吃一天，从早上睁眼开始就开始吃。那可太好了，酸辣粉儿。已经塑造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物了嘛，那有没有想过要拍一下就是反差比较大的？我的性格太多面了。那可以演一下反派吗？我是想的，要看导演和制片方会不会找我去演。有接到过这种本子吗？目前没有，我也想。现在的很多如果有反差，可能都出现在某一部剧的一个那种戏中戏呀，就不是说很完整的一个这样的角色，所以我也很期待。